把手擦干净。手。还生气呢？学生不改。昨日在这儿，是我被白猫影响的情绪，本不该对你生气，也不该骂你。还有昨夜之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燕玲才会一时口无遮拦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。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您这是在认错？我辅之玉如意之事，是冲着燕家而来，难免情绪不稳，是以迁怒于你。今日叫你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玉如意之事我会处理，而且燕玲想方设法让你入宫，是想让你学些真才实学。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璞玉？您从哪里看出来我是璞玉？当年上京路上，一个稚嫩的少女，入狱劫匪她不怕，奔走山野她不怕，身陷险境难以脱困她也不怕，砸了琴割了血，就凭着一腔执拗，拼尽所有力气，救下了我这个病弱书生的命。江雪宁，我见过你以前的样子，正是因为有期待，所以后来才会失望。失望？当年上京之后，我曾去江府拜访，看见已经换上一身锦衣的你，只因一时不快，便打骂一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丫鬟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再哭，再哭我就把你卖了。你的眼神变得很陌生，甚至让我怀疑，当年上京路上发生的事情，是否真实存在过？再后来，我听闻你越发不懂收敛，胡闹跋扈，那时我想，京中繁华终究是害人的。慢慢的，便把那一点旧日的影子和心性都抹去了。所以，您那时厌恶我？也谈不上是厌恶，更多是可惜吧。有时人难免误入歧途，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教你分辨好坏，未必不能重归正路，重拾本心。我是可惜你变了，也可惜没人能好好教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本质未变，善心犹在。虽然性子还是毛毛躁躁，但比前些年好一些了，还算得上是璞玉吧。所以明日可还愿意来我这里学琴？猫。宁儿，我现在消气了，你这般顽劣的性子，以后谁兜得住？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。以后的事，自有以后再说。下不为例。这个大反贼当起先生来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江二姑娘，殿下，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？她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江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燕玲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。从前她是最疏朗不羁的性子，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。我问她，她也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。这世上很多事，却难与人说。若殿下方便，
雪宁想请您带句话给燕灵。您只管对她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云开见月明。”有些事，只要守得住，就一定会有转机。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王老先生。哦，薛大姑娘，哈哈，老朽见过薛姑娘。王老先生受累了，伴读中诸位学士各有高低，却要一同教学，确有些不易。待二叔回家见了爹爹，定会上陈夫子之不易。哎呀，谢谢大姑娘，老朽感激不尽呐。哦，不过有一事或许您还不知，今日课上谢少师将《真理》一书丢出了殿外。他怎么会？是啊，谢少师深得圣上器重，向来温和待人，怎么今日却一反常态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有人记恨王老先生，恶人先告状，从中挑拨。你是说江雪宁？阿叔只不过是猜测罢了，但说起来有些不服管教之人，或许本也不适合这宫中伴读。若非要留下，不仅夫子动气伤身，我等也不得安宁。您说是吗？哼！全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营中军械物资都由赵广负责管理，他人呢？方才就不见他的人影，一着人去找了。禀将军，已经查找完整个大营，均未发现赵广踪影。难道是畏罪潜逃了？立刻派人搜捕，务必把他抓回来。是。江雪宁，你今日身体可感觉舒适了一些？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昨日是学生冒犯了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算你还有自知之明。那既如此，你就把老夫昨日所讲的那篇真理背诵给大家听听吧。怎么还提真理啊？书都没了，而且昨天也没说背诵啊。旁人背不出来，情有可原。可是这位江姑娘自诩才高八斗，学识过人，连老夫的课都不愿意听，想必是早已倒背如流了吧？回先生，学生并不能背诵。先是赵夫子的课上，你说看不懂书文，接着又是老夫的课，你不愿意听。3天2头顶撞夫子，老夫还以为你是恃才傲物，难免有些狂背，却不想连这么一篇区区小文都背不上来。原来你是腹中空空的蠢材呀！先生这话也太过分了吧？宁宁她不是……殿下，所谓伴读是要陪您读书，学文识礼。想当年老夫教导先皇读书时，先皇尚且尊师重道，从不违背老夫之所言。难道殿下连先皇之力都要违背吗？你，殿下，不必再为我争执了。学生甘愿领罚。好，那今日老夫就要替翰林院的夫子们好好教训教训你这狂背之徒，日后如有再犯，定当重罚。王九这个老匹夫，分明就是找茬儿，还拿先皇来压我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本公主一定要讨。殿下，你轻一点。
我从前在家也没少挨打，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在家是在家，在这儿你就是我的人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母后，把这个王九赶出宫去。哎，江姐姐，你说殿下真能让王夫子离开吗？王九曾为先皇授课，虽古板了些，却是翰林院中资历最老的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可是我听我爹说，他本没教过什么正课，都是因为平南王叛乱的时候杀了很多翰林，这才让他有了资历。现在知道这些也没用了。王老夫子让我做一首诗，还说下午要查，我可做不好什么正经诗文，还是先想想该怎么应付吧。遇事不决，得看卦学。啊！天哪！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这是个小人卦，卦上说雪宁你是得罪了人，才会被夫子针对的。宁儿，应该不至于是他吧？哎呀，今儿还真是巧了，继儿你这身衣服的颜色正是淑儿最喜欢的。看着你们两个青春年少，哀家还真是老了呢。殿下，这是石斛人参茶，补气养体，秋冬饮用最为相宜了。谢谢。继儿，你往日里进学，可不像今日这般沉默寡言呀。母后，儿臣以为若无话聊，大可不聊，无需硬聊。儿臣还约了燕莲，就不在此多做了。你给我坐下。母后，母后，冒冒失失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找王兄的。哎，阿说也在这儿啊。王兄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阿说还未出嫁呢，你们两个这样不合适吧？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又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母后，王老夫子可说了，阴阳有序，男尊女卑，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。王老夫子还说了，男女7岁不得同席，后宫女子不得干政。王九这个老东西，竟教些什么迂腐的道理？来人呢？姑母，王老先生可是翰林院首席，前几日还向圣上提了立皇太帝之事呢。什么皇太帝啊？母后，儿臣允旨意先行一步，就不打扰你们喝茶了。走。怎么了？见过先生。搞什么名堂？不想学琴，也不必如此吧。学生自知顽劣无状，特来向先生请罪，还请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让夫子们再为难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所以，果真不是你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详细说来。二哥啊，这次您可得好好谢谢我。
要不是本公主冰雪聪明，你可就名节不保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看你这书读到歪路上去了吧？糟了，都怪你，答应了年年要把这个王九赶走，他定要觉得我说话不算话了。这个王九，私自调换伴读课本，欺上瞒下也就罢了，还挟私报复。还有那个赵彦宏，产上欺下，趋炎附势，两个人都是风骨气度全无。这样的人，翰林院可留不得他们。不过我这几日瞧着，王九他们似乎对薛叔颇为恭敬。先生，您说这该不会是薛家的意思吧？连你都发现他们的关系了？什么叫连我啊？半个月前，这个王九跟赵彦宏替定国公起草了一封奏折，是请立皇太弟之事。但幸好薛家因为生嗣之事触怒了圣上，这才压了下来。薛家在外朝结交6部重臣，于宫中又安插眼线人手，早已根深蒂固。如今满朝上下只有咽喉也忠心为国，堪可与之对垒。是以薛家视燕家为眼中钉，定要除之后快。没错，不过燕家在军中声望颇高，如今的大前北有大越铁骑虎视眈眈，南有平南王多年作乱，薛家想动燕家，等闲罪名可不得撼动，所以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勾结逆党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们让周银之进入侯府，偷窃侯爷的笔迹印信，想要伪造与逆党来往的书信。不过眼下圣上将查逆党一案交予了刑部，先生又用漕运生死案困住了薛远，局势倒也不算太坏。可是我也想不通啊，我不过一个区区的伴读，又没有什么出众之处，这薛家何苦动用翰林院来针对于我？学生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一些猜测，先生莫见怪。我早晚要死在我这张嘴上。才智虽然平平，不算出众，不过你不是说王九要让你作诗吗？我这正好有一首，到时候你就把这给他，说是你写的，届时看他怎么说。夜月明如玉，空山不变花。云来一庭岸，风去百枝霞。这写的也太好了，王老夫子能信吗？不用管他信不信，你只需要说是你自己做的。先生这是想帮我？想得到美。我领着太子少师的职，自是要将翰林院中薛家的爪牙兜出去。你的这桩事只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哦，倒是你之前总吵着嚷着要出宫，那为何不趁此机会顺势出宫呢？我是不喜欢宫里，但这里是站得最高的地方，只有努力学习，变得更好，才有可能帮到燕家，帮到燕陵。学生迟早是要走的，但希望是不留遗憾的离开。想要逆转命运，就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逆转命运？那我现在就抄一份。等等，其实伤的不重，就是薄一怕我疼，所以包的厚了些。宫中用纸皆有定例，你们那儿内务府送的纸都是编译纸跟白鹿纸，而我这里用的是宫中诚心堂储的纸。你把这首诗背下来，回去再默写，免得让人见了生事。不愧是反贼，如此细节都不放过。听见了没有？先生说的是，学生这就背。